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瞬间？买菜时突然被叫阿嬷、阿伯，早晨照镜子，白头发和皱纹又多了一些，跟着大家做早操，膝盖卡卡的使不上力，手机里只剩下孩子们偶尔传来的早安图，一阵深深的恐慌突然涌上心头。我的大半辈子难道就这样过去了吗？我们真正害怕的其实不是变老，而是那种看着健康、积蓄、社会地位，甚至是热闹的家，一点一滴的流逝，自己却完全无能为力的失控感。面对生命的尽头，我们就像是紧紧抓住悬崖边的一根小草，拼命挣扎，不肯放手。我们害怕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害怕被遗忘，害怕失去对这一切的掌控。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你以为的失去与死亡，其实只是一场天大的误会呢？如果有一种智慧，能让你在面对人生的终点时，不但不害怕，反而能像脱下一件穿旧的厚外套一样，感到无比的轻松与解脱呢？今天，我不讲生硬的教条，只想透过几个简单却直击灵魂的故事，带你看透生命的真相。当你明白了这一切，你心里那块惧怕衰老与无常的沉重石头就能彻底放下了。很多人以为人死如灯灭，两手一摊什么都没了，世界变成虚无，所以才会对死亡充满恐惧。但在佛法看来，这是极大的误解，造成恐惧的底层原因，佛学称之为俱生我执。说白了，就是我们误把工具当成了真正的自己。这就好像长辈们家里那台骑了大半辈子的老机车，你每天骑它去早市买菜，接孙子放学，几十年下来细心保养，久而久之，这台车就像长在你身上，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它彻底坏了，要报废了，你心里一定空落落的，觉得像断了腿，甚至觉得连出门买个酱油都寸步难行。其实，俱生我执就是这种心态。我们把这个短暂借来体验世界的肉身机车，死死当成了真正的自己。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个会长皱纹、会生病，最终会老去的身体，就是我们的全部。所以，当这台肉身机车渐渐老化，零件开始不听使唤，面临报废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像失去老机车一样，陷入极度恐慌。但真相是，机车坏了，骑车的人还在，你的肉身消亡了，但真正的你，那个使用这具身体的主人，根本没有真正死去。既然身体只是代步车，那身体坏掉后，真正的我们去哪了呢？佛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阿赖耶识，你可以把它当成生命深处最庞大的记忆库。打个比方，大家都有拿着存折去邮局或农会刷簿子的经验。一本存折用了好多年，印满了辛苦赚来的老本。假设有一天，你不小心把这本存折洗烂了，糊得连字都看不清，你当下一定急得满头大汗。完了，我大半辈子的积蓄是不是全没了？这时候，柜台行员笑着对你说：“阿伯、阿姨，别烦恼，你的钱和明细根本不在这个薄薄的破纸上，早就安安稳稳记在咱们总行的大系统里了。只要换一本新存折，所有记录1毛都不会少，全都会印回来给你。”你听完是不是瞬间松了一口气？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生命的大系统，你这辈子为家庭流下的汗水，对别人的善意，咽下的泪水与长出的智慧，全部化为了最纯净的能量，安稳地存放在这无形的大金库里。死亡其实不是一切归零，它仅仅是旧存折破了。等时间到了，你会带着系统里的所有数据换一本新存折，所有的经历、智慧与福报都会伴随你继续下一段
波澜壮阔的旅程。所以，你真正宝贵的东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半步。明白了这个底层的逻辑，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生活。很多长辈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是我现在膝盖就是痛啊，我想到以后可能会卧病在床，我就是害怕啊。这是非常真实的心境。当我们的肉身机车开始生锈时，那种折磨是非常具体的。为了解开这个心结，我想跟大家分享佛陀当年教导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第二支箭，佛陀曾经问弟子们，如果一个普通人被一支箭射中了，他会不会觉得痛？弟子们回答，当然会痛。佛陀皮肉被刺穿，肯定痛苦万分。佛陀又问，那如果在这个人被射中第一支箭之后，紧接着在同一个伤口上，他又被射中了第二支箭，这个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弟子们惊呼，那一定是痛不欲生，苦上加苦啊！佛陀这时候平静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面对身体的衰老、疾病和各种不如意，就像是被射中了第一支箭，这支箭叫做身体的痛。只要你还有这个肉身，这支箭谁也躲不掉。可是凡夫俗子在被第一支箭射中后，往往会自己在心里射出第二支箭，这支箭叫做心里的苦。什么是第一支箭？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的日常，每天早上起来觉得腰酸背痛，去诊所排队做电疗，热敷，走路走不快，眼睛看报纸必须要戴老花镜，这就是第一支箭。这是自然的规律，是肉体老化的客观事实，它确实会带来不舒服，带来痛。那什么是第二支箭呢？当你在诊所做复健的时候，你心里开始想，为什么是我？我这辈子也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老天爷让我老得这么受罪？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你看着天花板，心里开始焦虑，万一我以后中风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能走路了怎么办？我会不会拖累我那在外地辛苦工作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工作那么忙，还要分心照顾我，万一他们嫌弃我，把我送去冷冰冰的安养中心怎么办？这种因为身体的痛而衍生出来的满腔委屈、愤怒，对未来的极度焦虑，对失去尊严的恐惧，就是你自己射向自己的第二支箭。而且你发现了吗？第一支箭的痛或许靠着吃药、贴酸痛贴布、做复健还能缓解几分，但是那只由你的大脑、你的执念射出的第二支箭，却在你的心里日夜搅动，让你寝食难安，让你把原本还可以平静度过的晚年生活，变成了一场地狱般的煎熬。佛陀告诉我们，智者也会被第一支箭射中，因为智者也会老，也会生病，但智者在感受到痛的时候，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个痛，承认这个身体正在败坏，然后绝不射出第二支箭。当你下一次因为身体的不适而感到恐慌时，请你深深地吸一口气，在心里问自己一句，我现在是在承受第一支箭的痛，还是在被第二支箭的苦所折磨？只要你能觉察到第二支箭的存在，你就有能力放下那把心里的弓。当你慢慢能够放下第二支箭，你可能会问，既然真正的我看不见也摸不着，既然身体一定会败坏，那我怎么知道那个不会坏的自己真的存在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个2500多年前的历史故事。在古印度的舍卫国，有一位势力非常庞大，拥有一切荣华富贵的国王，叫做波斯匿王。可以说，这世间所有最美好的东西，他都享受过了。可是有一天，这位高高在上的国王却满脸愁容，
步履蹒跚地来找佛陀。波斯匿王叹着气，用颤抖的声音对佛陀说：佛陀啊，我今年已经62岁了，我每天早上看着铜镜里的自己，看着鬓角的白发越来越多，脸上的皱纹像干枯的树皮一样。您知道吗？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我能穿戴最沉重的铠甲，我能拉开军中最硬的弓箭，我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可是现在呢，我连端起一杯温茶，这双手都会不听使唤地发抖。我曾经引以为傲的记忆力也衰退了，昨天交代大臣的事情，今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知道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一想到我死后，我引以为傲的身体，我的王权全都会变成一堆灰烬，我就恐惧得整夜睡不着觉，常常在噩梦中惊醒。大家想想看，波斯匿王的心境是不是跟我们很多长辈一模一样？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大扫除，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本落满灰尘的旧相簿，你戴上老花镜，翻开相簿，看到里面那个20几岁的自己，那时候你为了养家，可以在工厂连上3个大夜班都不觉得累，你可以一个人扛着几十公斤的货在市场里穿梭。照片里的你穿着笔挺的西装，或者是漂亮的白纱，皮肤紧实，眼神里闪烁着对未来的光芒。你再抬起头，看看现在墙上镜子里的自己，感叹岁月真是不饶人。现在连转开一个玻璃罐的盖子都要找晚辈帮忙，去一趟医院看健检报告，就像是上刑场一样，手里捏着报告单，手心全是汗，心里总是悬着一颗大石头。波斯匿王的恐惧，完全就是我们所有现代人的恐惧的缩影。这时候，佛陀没有跟波斯匿王讲什么深奥的教条，只是微笑着问了他一个问题：国王，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见恒河的水是几岁的时候吗？波斯匿王回忆了一下说，大概是3岁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经过恒河，那是第一次看到那条浩瀚的大河。佛陀点点头。那你13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或者你年轻力壮带兵打仗的时候，再看到恒河，那恒河的水有改变吗？波斯匿王肯定地回答，没有。佛陀，恒河的水依然在流淌，还是那条恒河。接下来，佛陀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佛陀目光如炬地看着他说，国王啊，你说你现在62岁了，你的身体确实老了，背驼了，脸上长满了皱纹，但是你现在看着恒河的这个看的能力，这个在心里感受的觉知，跟你3岁时候去感受的感觉有长皱纹吗？有变老吗？波斯匿王瞬间愣住了，他闭上眼睛，仔仔细细地往自己内心深处感受了一下。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眼神里焕发出不可思议的光彩。他激动地说，没有，佛陀，真的没有。我这双肉眼虽然花了，视力模糊了，但是那个能够看见，能够知道自己在看的觉知，跟我3岁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从来就没有变老过，也从来没有长出任何一根皱纹。佛陀这才露出慈悲的微笑，这就对了，你的身体就像是一件穿梭在时间里的衣服，它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磨损、衰老、败坏，但是你内心那个清明、平静，能够去觉察一切的觉知，是永远不会生皱纹的。既然它从来就不会变老，它又怎么会跟着你的身体一起死亡呢？各位朋友，听到这里，你可以试着在这个当下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你去感受一下现在正在听我说话的这个听的能力。有没有发现，
不管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位退休的老伯，还是一位操劳了一辈子的阿嬷，不管你现在是50岁、70岁还是80岁，不管你的膝盖是不是正在痛，血压是不是有点高，那个在心里安安静静看着这一切，听着这一切的觉知，是不是跟你5岁在院子里玩泥巴的时候一模一样？它静静地挂在你的心里，从来没有因为你经历的沧桑而变老，从来没有因为你的病痛而生病。这就是佛家所说的不生不灭的真心。只要你找到了心里的这条恒河水，你就找到了超越生死的定海神针。既然我们心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那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对这个虚幻的世俗生活如此依恋？佛经里有一个极其精妙的比喻，把我们这种既恐惧死亡又舍不得放下的矛盾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旅人在旷野中赶路，突然身后窜出了一只凶猛的老虎，旅人吓得拼命往前跑，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深井里，眼看就要跌入深渊。旅人拼死抓住了一根垂在井壁上的枯藤，他悬在半空中松了一口气，可他往下一看，吓得魂飞魄散，井底竟然盘踞着几条吐着信子的毒龙，正张开血盆大口等着他掉下去。旅人只能死死地抓着这根枯藤。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在藤蔓的根部有一只黑老鼠和一只白老鼠，正在一点一点地啃咬着这根藤蔓，藤蔓越来越细，眼看就要断裂。旅人身处绝境，上下都是死路，时间还在不断倒数。就在这个时候，井口边的一个蜂巢里滴下了几滴甘甜的蜂蜜，刚好落在了旅人的嘴唇上。旅人舔了舔嘴唇，尝到了蜂蜜的甜味。那一瞬间，他竟然为了品尝这微不足道的蜂蜜的甜美，完全忘记了井底的毒龙，忘记了随时会断裂的藤蔓，也忘记了上面还在啃咬的黑白老鼠。他满脑子只剩下那几滴蜂蜜。各位朋友，这个在悬崖边舔蜂蜜的旅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死亡的老虎在追赶我们，岁月的黑白老鼠每一天每一夜都在啃咬我们的寿命。可是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沉迷于世俗的蜂蜜。这蜂蜜是什么？可能是每天早上盯着电视股票台，看着红红绿绿的数字跳动，为赚了几千块钱沾沾自喜。可能是在菜市场为了几把青菜，跟熟识的摊贩讨价还价，争论得面红耳赤。可能是逢年过节在牌桌上为了几把牌的输赢斤斤计较，又或者是明明儿孙自有儿孙福，却还是每天操心儿子一个月赚多少，孙子考了第几名，放不下对晚辈生活的干预和掌控。我们为了这些短暂的终将失去的世俗快乐与执念，完全忘记了无常随时会斩断我们生命的藤蔓。我们紧紧抓着这些身外之物不放，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当我们把全部的心力都用来舔舐蜂蜜时，当死亡真正降临的那一刻，我们怎么可能不感到极度的错愕与绝望？只有看透了那些蜂蜜不过是过眼云烟，我们才能真正学会放下。关于放下，日本的良宽禅师用他极其优美的一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示范。良宽禅师是一位修行极高的人，他没有追求大寺庙的住持之位，而是选择生活的极度简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自己一个人在山脚下搭了个小小的茅草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有一天夜里，深山里万籁俱寂，良宽禅师正在屋里闭目打坐，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小偷偷摸摸地溜进了他的茅草屋。小偷在微弱的月光下东翻西找，翻了半天，
甚至连床底下的破罐子都翻遍了，却无奈又沮丧地发现，这屋子里竟然连一件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没有，连一点能吃的米都找不到。梁宽禅师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这个小偷，他的心里不但没有升起一丝一毫的愤怒或防备，反而涌起了一种深深的如同海洋般的慈悲。禅师心想，哎呀，这个可怜的人，大半夜的冒着深山的寒风，大老远跑来我这里一趟，他一定是生活遇到了过不去的难关，我总不能让他空手而归，让他带着失望下山吧。于是梁宽禅师轻手轻脚地把身上仅有的一件用来御寒的破旧外衣脱了下来，他走到小偷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极度温和的声音对他说，朋友，夜里风大，你大老远来看我，实在辛苦了，我这里真的没什么好东西能招待你，这件衣服你就拿去当作纪念，挡挡风寒吧。小偷做梦也没想到屋主醒着，还把衣服送给他，他吓了一大跳，像触电一样抓起衣服，头也不回地逃出了茅草屋，慌乱地消失在夜色中。梁宽禅师并没有去追，这时候他赤着身子，安安静静地走到窗前，坐了下来。那一晚，窗外刚好是一轮皎洁圆满的明月，银白色的月光如流水般洒满了整个山谷，照亮了远处的树林，美得让人屏住呼吸。禅师看着这轮清澈的明月，感受着吹过窗棂的微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语气中充满了无限的温柔与遗憾。可怜的人啊，要是能把我窗外这美丽的明月也送给他就好了。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一首充满诗意的童话，但它背后却藏着宇宙间最深的断舍离智慧。你可以把故事里的那件外衣当作是我们这辈子在黑白老鼠的啃咬下依然拼命追求的那些蜂蜜，我们的肉体，我们存在银行里的存款，我们社会上的地位，别人对我们的赞美，甚至是我们放不下的恩怨情仇。而那个深夜造访的小偷，其实就是无常，也就是疾病、衰老跟死亡。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到了中年以后，为什么总是活得那么焦虑？为什么很多人躺在加护病房里的时候会痛哭流涕，死死地抓住床沿不肯放手？为什么有些长辈即使意识都模糊了，嘴里还在念叨着家里保险箱的钥匙，还在担心财产分配不均？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无常这个小偷正在一件一件毫不留情地扒走他们身上的衣服，他们觉得衣服被偷走了，自己就什么都没了，生命就只剩下无尽的恐惧跟黑暗。但是你看梁宽禅师，为什么他可以笑着把仅有的衣服送给小偷？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不管小偷带走多少件衣服，不管无常夺走他多少外在的东西，都永远带不走他窗外的那轮明月。那轮明月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心底那个永远不会生皱纹，永远清明透亮，不生不灭的觉知啊！生病偷走了你健康，这件衣服破产偷走了你财富，这件衣服甚至最后的死亡偷走了你这具肉身的衣服。这一切的失去，本质上都只不过是把旧衣服脱下来而已。当你不再死死抓着那些会朽坏的衣服，当你转过头，像梁宽禅师一样看见了自己生命中那轮不生不灭的明月时，你就会豁然开朗。原来，死亡根本带不走真正的你，那个清净、圆满、无所畏惧的你，一直都在那里散发着温柔的光芒。听完了老机车第二支箭波斯匿王和梁宽禅师的故事，我们已经从理论上完全明白了，真心不灭，
肉体只是工具。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临终的那一刻，明明听过这些道理，却还是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与恐慌呢？答案非常残酷，但也非常现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从来没有人提前告诉我们，这台肉身机车在彻底解体、报废的那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和意识到底会经历什么样的具体变化？面对完全未知的黑暗，面对身体器官一项项停摆带来的陌生感觉，任何人都会感到本能的恐惧。这就好比你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旅行，如果没有地图，没有导航，走在漆黑的夜路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把你吓出冷汗。而在世界闻名的生命巨著《西藏生死书》中，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死亡过程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一份极其清晰的生命说明书。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临终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提前知道了身体衰败时的每一个步骤，你不仅不会害怕，反而能把死亡变成一次认出自我本来面目的绝佳机会。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桑腾的修行者，他是伟大的上师蒋扬钦哲仁波切身边的侍者。那一年，桑腾重病倒下了，病势汹汹，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尽头。各位，试想一下我们平时在现代医院里看到的临终场景，冰冷的病房里，病人往往被插满了各种维生管线，机器发出单调刺耳的滴滴声，家属在一旁六神无主地哭泣，病人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对痛苦的挣扎，以及对世间的万般不舍。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绝望的低气压。但是在桑腾所在的寺庙里，虽然同样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气氛却异常的宁静，没有慌乱，没有悲呼。为什么？因为有他的上师蒋扬钦哲仁波切坐在他的床边。上师没有像普通的亲友那样握着他的手说那些虚弱无力的安慰话。桑腾，你别怕啊，你会好起来的，你会去一个美好的地方。因为上师知道，面对生死交关的巨变，空泛的安慰根本起不了作用。上师所做的是像一位极其经验丰富、沉着冷静的向导一样陪伴着桑腾，精准地一步一步地告诉他，他现在的身体正在经历什么。在佛法的世界观里，我们的肉体是由4大元素组成的，地、水、火、风。死亡的过程就是这4大元素逐一崩解、消融的过程。上师凑近桑腾的耳边，用非常稳定、充满力量的声音引导他。桑腾，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身体变得非常沉重？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一座大山压在你的身上，把你往下拽，让你连动一下手指头，连做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你感觉自己正在往下沉陷，对吗？桑腾虚弱地眨了眨眼，上师平静地说，不要害怕，这不是你在堕落，这是你身体里地的元素正在解体，地的元素正在消融，融入了水的元素之中。放松，去觉察它。过了一阵子，桑腾的呼吸变得更加微弱，嘴唇干裂。上师继续说，桑腾，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极度的口渴？你是不是觉得嘴巴、喉咙干得像要裂开一样，好像置身在烈日炎炎的沙漠里？你是不是感觉到你身体里的血液流通变得极其缓慢，好像水流快要干涸了？甚至你的意识开始变得有些模糊，有些焦躁不安。上师握住他的手说，不要恐慌，这是你身体里水的元素正在解体，水的元素正在消融，融入了火的元素之中。看着这种干渴的感觉，不要跟着它走，
时间一点点流逝，桑藤的脸色变得苍白，上师的声音依然平稳如初。桑藤，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一股寒意？你是不是觉得体温正在从你的脚趾头、你的手指尖端一点一点地退去？这种冰冷的感觉就像退潮的海水一样，慢慢地逼近你的心脏。你是不是觉得身体边缘正在消失？上师安抚他，不要执着于这份寒冷，这是你身体里火的元素正在解体，火的温度正在消失，融入了最后的风的元素之中。安住你的心。到了最后的时刻，桑藤的胸口开始剧烈起伏，呼吸变得非常艰难，出现了临终前特有的倒抽气。上师靠近他，做最后的指引。桑藤，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呼吸变得非常短促，每一次吸气都极其困难，好像所有的空气都在往外跑，呼出的气长，吸入的气短。你是不是感觉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幻象，所有的声音和画面都快要消失了？上师的声音变得无比如雷贯耳，却又充满慈悲。桑藤，这是最后的阶段，这是你身体里风的元素正在离开你的肉身。当最后一口气呼出，外界的呼吸停止时，不要去抓取任何东西。就在那个瞬间，一切的云层都会散去，因为上师极其详尽、细致入微地说明，桑藤在临终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没有像其他不知道真相的人那样，在地元素消融觉得被泰山压顶时感到惊惶，在火元素消融觉得寒冷刺骨时感到绝望。因为有了这份清晰的死亡导航，他知道这并不是世界末日，这仅仅是一台旧机车的零件正在被一件件拆卸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桑藤原本可能产生的巨大恐惧完全被一种高度清明的觉知所取代。他没有挣扎，没有死死抓住床沿，也没有流下不甘的眼泪。当他呼出最后一口气，当四大元素彻底消融，那一刻，遮蔽在他心头的所有情绪、烦恼、执念的乌云瞬间烟消云散。他内心那个如天空般广阔纯净的心性，那个波斯匿王感受到的看的能力，那个梁宽禅师窗外皎洁的明月，终于毫无遮挡的完美的显现了出来。桑藤在极度的平静与从容中安然离世。他的离去不是一场悲剧的终结，而是一次华丽的蜕变。桑藤的故事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当我们真正认识了死亡的历程，明白了这只是一场四大元素的自然解体，死亡就不再是一个吞噬一切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黑洞，它反而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只要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经常练习觉察，当那一刻来临时，我们就能保持清明，不再被恐惧绑架，从而认出自己本来的面目，获得真正的解脱。听完了这些故事，无论是第二支箭的提醒，还是悬崖边黑白老鼠的警告，再到桑藤从容赴死的震撼，大家是不是觉得原本对衰老和死亡那种沉甸甸的恐惧稍微变得轻盈一点了呢？佛家常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哪怕听了再多高深的道理，如果不能落实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那也不过是好听的鸡汤而已。既然我们知道面对无常最好的解药就是认清它并放下它，那么在我们现在依然健康、依然平安，还能去早市买菜，还能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练习呢？今天我帮大家准备了3个非常简单，完全不花时间的微小行动，你今天看完就可以开始做。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登出练习。在西藏生死书的深刻理念里，
我们每天晚上的入睡，其实就是一次小型的模拟的死亡。今天晚上，当你梳洗完毕，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试着在心里做一个观想，对自己说一句：今天结束了，这一天我辛苦了。然后，就像脱掉那件厚重的外衣一样，在心里把你的头衔一个个脱下来，把你身上谁的长辈、谁的父母的身份挂在门外，把你今天在市场上跟人起争执的生气，担心明天体检报告的焦虑，所有的烦恼，通通留在床底下，告诉自己，现在的我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标签，我只是一片如天空般清净的觉知，带着这种最干净、最空无一物的状态入睡。你每天晚上练习死一次，练习彻底放下。当真正的大限到来时，你早就轻车熟路了。你不仅不会害怕，反而会觉得这只是一次极其深沉的安眠。第二个行动，送出一件物品的断舍离。还记得梁宽禅师笑着送给小偷的那件旧衣服吗？这个周末，请在家里找出一件你很久没用，但一直放在柜子深处舍不得丢的东西，可能是一件3年没穿的外套，或是一组从来没用过的茶具，把它捐出去，或者送给需要的人。请注意，在你送出去的那一刻，静下心来，去感受一下心里的感觉。你会惊讶地发现，失去并不可怕，在真正放下的那个瞬间，随之而来的绝对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卸下重担、无比轻盈的自由感。借由这种一次次放下的练习，我们就能慢慢松开对物质、对蜂蜜的死死抓取。第三个行动，寻找情绪中的恒河水。生活不可能每天顺风顺水。下次当你感觉到情绪快要爆发，比如因为晚辈不听话而勃然大怒，或者因为身体某个地方痛而陷入自怨自艾时，请先停下来，深呼吸3次，然后在心里往后退一步，看着那个正在生气、正在委屈的自己，对自己说：我现在看到自己很生气，我觉察到自己在拔出第2支箭了。请记得，正在生气的只是你大脑里的情绪之云，但那个能够看到你在生气的觉知，是你心中的恒河水，是广阔无垠的天空。天空是不会被乌云弄脏的，它本身永远是平静的。只要你能安住在这个觉知里，你就不会被情绪的巨浪卷走。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聊了死亡，聊了无常，也聊了心性。在传统的观念里，总觉得谈论生老病死很晦气，不吉利。但当你真正懂了今天分享的这些智慧，你会发现，无常其实是老天爷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了无常，我们才懂得什么叫珍惜。正因为知道这件肉身的衣服总有一天会穿破，我们才会在每一个清晨睁开眼睛时，感恩自己还能呼吸，还能听到鸟叫。正因为知道身边陪伴我们的人，跟我们在群组里互道早安的老朋友，总有一天会在人生的某个车站提前下车，我们才愿意在还能聚首的时候好好说话，不再为了那些无聊的输赢和鸡毛蒜皮的小事去争吵。无常是一口温柔的警钟，它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恐惧、焦虑与对物质死死的执着上。即使有一天，岁月在我们的脸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即使有一天，我们这台老机车终于到了必须报废，我们必须挥手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只要你心里的那轮明月还在，只要你早早地认出了自己那不生不灭的心性，你就可以笑着平静地走向下一段旅程。没有恐惧，只有满满的从容与大自在。在今天影片的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佛家说，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带有极大的能量。我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能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你最想说的善言，或是为你深爱的家人写下一句祈福的话。你可以写下愿我的心安静如明月，也可以写下对远方儿女的健康祈愿。让我们在留言区点亮一盏又一盏温暖的心灯。当你写下这些祝福的同时，这份慈悲与平静的能量其实就已经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这么长时间的耐心陪伴，愿我们都能在无常的岁月里活得通透，走得从容。我们下次见。